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韦行哲先生所著的《减肥与健康：一切皆由肝脏决定》这本书。每年在健康体检中被指出肥胖、脂肪肝或脂质异常的您，以及尝试了无数次节食减肥却总是失败并反弹的您，请务必记住这一点，改变为呵护肝脏的饮食，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。目前有报告指出，日本每3位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有脂肪肝。脂肪肝虽然是一种会危及生命的疾病，但几乎没有明显的自觉症状，非常可怕。很可能有许多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患有脂肪肝。不过请不用担心，按照韦行先生的脂肪肝改善方案，只需3个月就可以改善脂肪肝。即便您曾在不合理的减肥中多次失败，只需以这是否对肝脏有益的视角重新审视饮食，就能找回健康的身体，停止只追求减肥效果的饮食限制吧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没有解决某些问题的人无法成功进行16小时断食；第二，电视和杂志绝对不会提及某些的危害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没有解决某些问题的人无法成功进行16小时断食。从肝脏、心脏、肾脏这3个人体不可或缺的器官中，不知您是否注意到，2个肝肾的肝都与肝脏有关。肝脏确实是人体的关键器官，心脏停止后可以依靠人工心脏存活，肾功能丧失后可以通过透析维持生命，但肝脏的功能却无法完全替代。然而，肝脏至今仍未实现人工化，原因在于其功能极其复杂，是维持我们生命的重要器官。即便如此，肝脏功能的下降通常难以被察觉，这正是肝脏的可怕之处。许多肝脏相关疾病直到进入晚期、功能严重衰退时才会显现症状，因此肝脏也被称为沉默的器官。这听起来相当可怕吧？因为当你意识到问题时，可能已经为时已晚，无法挽回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疾病是脂肪肝。脂肪肝是一种脂肪大量堆积于肝细胞中的疾病，即使肝脏中脂肪含量超过60%，依然可能毫无症状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大多数人直到出现自觉症状并前往医院时，才发现自己患有这一严重疾病。那些10多年来因肥胖而发展为脂肪肝的人，往往早已忘记自己在发胖前的身体状态，只有在脂肪肝改善后，他们才会意识到，原来之前身体总是难以恢复疲劳。即便如此，肝脏仍默默无闻、任劳任怨地为我们工作。那么，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出现之前，肝脏究竟在发挥哪些重要功能呢？肝脏的3大核心功能。肝脏拥有众多功能，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代谢、解毒和免疫功能。一、代谢功能。代谢是指将营养物质分解、合成，使其更易被人体利用。当食物被吞咽后，会在胃和肠道中消化，通过血液运送至肝脏。肝脏将这些营养物质转化为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。此外，肝脏还负责在进食间隔时，将储存在体内的营养转化为葡萄糖，作为细胞能量的来源。这一过程被称为糖益生。糖益生对于健康减肥至关重要，因为如果肝功能下降，空腹时将储存的营养转化为葡萄糖的能力会随之减弱。当肝功能正常时，缺乏能量时，肝脏会将脂肪转化为能量，从而帮助健康减重。然而，如果肝功能受损，脂肪转化为能量的能力下降，身体只能通过进食来获取所需能量，从而无法减少脂肪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肥胖者往往陷入一种矛盾，他们想减脂，但肝脏功能的下降反而使脂肪更难被消耗。最近流行的16小时断食法便是以此为基础，但前提是肝脏必须处于良好状态。如果肝脏内脂肪堆积严重，糖益生功能将受到阻碍，导致空腹时极度难受。因此，即便尝试断食，也容易忍不住进食，最后还会因为自责而感到内疚。但这并非您的错，这不是意志力不足，
而是肝脏中过量堆积的脂肪让您比别人更难以忍受饥饿。因此，正确的顺序是：首先减少肝脏脂肪，然后再尝试断食等饮食方法。现在您是否了解了肝脏功能在减肥中的重要性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谈谈肝脏的解毒功能。肝脏能够将体内的有害物质，如酒精、药物以及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物质，转化为低毒性的物质，并通过尿液或胆汁排出体外。大家可能容易想到的是氨气，它是一种有害物质，具有刺鼻的气味。氨气实际上是由蛋白质分解而来，但在肝脏的作用下，它会被解毒，并随着尿液排出体外。大量饮酒的人更容易得肝脏病，这是因为过量的酒精会对肝脏造成负担。当肝脏功能下降时，体内的有害物质就无法得到有效处理，结果这些有害物质在全身循环，从而引发疲劳、头痛、皮肤瘙痒或肠痘等不适症状。接下来，我们谈谈肝脏在免疫功能方面的作用。提到免疫，大家可能会想到白血球，它们能帮助我们抵抗入侵的病毒，保护身体免受感冒或其他疾病的侵袭。然而，实际上有80%的免疫细胞是存在于肝脏中的。当肝脏功能下降时，身体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就会减弱。例如，肝脏病情严重需要移植的患者，在等待期间常常会因感染症而死亡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本书的主题——脂肪肝。脂肪肝是一种肝脏细胞内脂肪积聚的疾病。许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肝脏表面有脂肪堆积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脂肪是堆积在肝细胞内，导致肝脏的代谢、解毒和免疫等多种功能下降。当代谢功能下降时，即使饮食量没有增加，脂肪也不容易被消耗，体重容易增加。解毒功能下降时，有毒物质会在全身循环，导致容易疲劳。免疫功能下降时，身体更容易感染各种病菌，且一旦感染，恢复困难，身体变得非常不健康。此外，脂肪肝患者中约有10%到20%会发展成慢性肝炎，甚至导致肝硬化或肝癌等严重疾病。如果病情进一步恶化，肝脏的代谢、解毒和免疫等重要功能将完全丧失，患者将面临需要进行肝脏移植的情况。然而，由于自觉症状出现较晚，往往会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，最终可能导致死亡。脂肪肝绝不是一种轻微的疾病，它是通向严重疾病的前兆。希望大家能意识到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，可能危及生命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脂肪肝的原因。为什么肝脏会积累脂肪呢？大家可能会想到，脂肪主要来自肉类的脂肪或油炸食物，认为这些食物是脂肪肝的主要原因，但这其实是错误的。通过食物直接进入肝脏的脂肪大约只占15%，其中来自糖类的脂肪约占25%，而最主要的脂肪来源是来自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等全身脂肪，这部分脂肪占了60%。仅仅减少肉类的脂肪或油炸食品是不足以预防脂肪肝的。其实，作为糖分来源的米饭、面包、面条等碳水化合物比脂肪更有影响力，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控制这些食物的摄入。如果脂肪肝得不到控制，接下来可能面临的是脂肪肝炎。脂肪肝炎是肝脏出现炎症等异常的病症，最终可能导致肝硬化或肝癌等严重疾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脂肪肝炎的发生并不完全取决于肝脏脂肪积累的程度，也就是说，即使脂肪肝处于轻度状态，仍然有可能发展为脂肪肝炎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实。即使我们只是在肝脏上积累了少量脂肪，也有可能导致死亡风险较高的脂肪肝炎。可能你会想，肝脏上只是积累了一些脂肪而已，自己比其他人更瘦，感觉应该没问题。然而，肝脏内稍微积累的脂肪就有可能引发脂肪肝炎，这种病可能会直接威胁到生命。那为什么肝脏内会积累脂肪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肝脏内脂肪积累的原因是进入肝脏的脂肪量过多，
或是肝脏排出脂肪的量过少。了解了脂肪肝的原因后，我们也能找到相应的对策。要避免肝脏内脂肪积累，可以采取以下3种方法：一、减少来自食物中的糖和脂肪摄入量，特别是来自碳水化合物的糖原；二、减少从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溶解进入肝脏的脂肪；三、减少对肝细胞功能有害的毒素。通过运动减少体内脂肪的同时，帮助肝脏排出脂肪。健康的饮食可以减少进入肝脏的脂肪，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增加肝脏排出脂肪的能力。改善脂肪肝和脂肪肝炎的唯一结论就是，没有比饮食更有效的药物了。到2022年为止，针对脂肪肝和脂肪肝炎的药物治疗尚未获得批准。尽管药物开发有所进展，但尚未出现能显著改善脂肪肝和脂肪肝炎的药物。实际上，如果没有配合饮食治疗，仅仅依赖药物是很难改善脂肪肝的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将讨论电视和杂志绝对不会提到的某些弊端。据韦行医生的外来诊疗数据显示，约80%的患者在1个月内成功减重2公斤，3个月内减重6公斤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过度减肥，而是非常健康的减肥方式。首先，您需要准备体重秤、厨房秤和体重记录表。体重记录表可以是手账、日历或者手机应用都可以。测量自己的体重，测量食物的重量，并记录每天的体重。首先培养对自己体重和食物重量的感觉，这是成功减肥的第1步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解释智能方法的4条基本原则：一、通过减少体重的7%；二、脂肪肝可以得到改善；三、根据123的法则设定目标，注意2公斤减重法则；四、克服体脂率37%的障碍。第1条，体重减少7%就能改善脂肪肝。如果体重减少7%，肝细胞中的脂肪就会减少，脂肪肝就会得到改善。这里的关键是，减肥后即使 BMI 仍然处于标准体型范围，即25以上，脂肪肝仍然能够得到改善。即使没有达到标准体重，只要减掉当前体重的7%，脂肪肝肯定会得到改善。那么您的减肥目标已经确定了吧？比如，如果您现在体重80公斤，那么通过减少7%，即5.6公斤，脂肪肝就能得到改善。请根据自己的体重设定减重目标。第2条，依据123的法则设定目标。基本目标是每月减重2公斤，3个月总共减掉6公斤，并维持6个月。这个目标是以80公斤体重的人为标准设定的，所以请根据自己的体重和7%的减重目标来设定目标。重要的是，开始时避免采取极端的减肥方法。如果采取过度的饮食限制，虽然可以迅速减重，但往往会减少肌肉量和体内水分，最终造成不健康的减肥。因此，减肥时应避免给身体过大的负担，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。我们的人体体重变化会受到饮食量、摄取的水分、盐分、便秘与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体重也会在早晚有所不同。确保每天在同一时间测量体重，每月减重2至3公斤，连续3个月达到目标。第4条，突破体脂率37%的障碍。我们都知道，内脏脂肪通常比皮下脂肪先消失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肝细胞的脂肪往往比内脏脂肪更先减少。换句话说，当您减少体重时，首先减少的是肝细胞中的脂肪，然后是内脏脂肪，最后才是皮下脂肪。我们最关注的部位，如肚子上的脂肪、二头肌的松弛，以及最近开始注意的下巴脂肪，皮下脂肪是最后一个消失的。因此，即使在第1个月成功减重，外观上的变化不会立刻出现。不过不用担心，只要您继续坚持健康的饮食以保护肝脏，虽然外观变化不大，但肝细胞脂肪和内脏脂肪已经开始减少。肝功能和身体的内部健康虽然看不见，但正在改善。许多人可能会觉得，虽然健康变好了，但如果在减肥过程中没有看到外观上的变化，还是觉得不够满足。
事实上，外观上的变化通常是在体脂率降到37%以下后才会出现。在那之前，无论多么努力，外观的变化都很难显现。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，因为你会在努力时没人注意到，你会经历最艰难的时刻，这就是37%的障碍。能否突破37%的障碍，成为了减肥成功的关键。接下来，随着你努力的程度，体型的线条会逐渐变化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将深入解析智能方法中的6个习惯的秘诀：一、每天记录1次体重；二、饮品选择茶水、水或者黑咖啡；三、增加蔬菜的摄入量；四、优先选择大豆、鱼类和鸡肉作为蛋白质来源；五、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入；六、每天至少进行10分钟的运动。接下来逐一详细讲解。一、每天记录1次体重。为了减少脂肪肝，单纯的改善饮食这种模糊的目标是行不通的，必须通过明确的数字来设定目标，确定要持续多久，做到什么程度，结果才会到来。体重的记录是要在短期内量化并记录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首先，关于短期目标，先尝试3个月。如果想象一下，全年都进行减肥，可能在某个时刻会觉得厌倦或者开始放松自己。保持1年满的动力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。与其想着全年减肥，不如集中精力在3个月内努力减重，3个月后只是维持体重，那么目标会更容易达成。接下来，确保数字化记录。正如之前所说，减肥的目标是自身体重的7%。如果每月减重2公斤，连续3个月达到这一数值目标，那么你一定能顺利达到目标。最后要做好记录，记录自己的变化并进行视觉化，准确记录饮食并分析。如果每天测量体重但没有变化，那么就说明当前的饮食量可能过多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摄入的能量和脂肪的积累方式也不同。了解自己身体的特点，并通过数字记录准确记录自己的情况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二、饮品选择茶水、水或者黑咖啡。如果您被医生指出有肥胖或脂肪肝问题，那么饮品应选择无糖茶水、水或黑咖啡。如果您没有肥胖问题，也建议尽量选择这3种饮品。改善脂肪肝的关键是避免喝我们平时无意识地饮用的含糖饮料，例如瓶装果汁、运动饮料等。运动饮料中含有相当于10根搅拌糖的糖分，看似健康的100%果蔬汁，也可能因为糖分的含量过高而对身体造成伤害。那些每天饮用这些饮料的脂肪肝患者应该立刻停止饮用，仅仅停止饮用这些含糖饮料，从第1个月开始，肝功能就会得到改善。这说明含糖饮料对身体的伤害是如此之大。然而，这一事实通常不会在健康类电视节目或杂志中特别提到。脂肪肝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含糖饮料，因此许多人仍然相信乳酸菌饮料和100%蔬果汁对身体有益，纷纷饮用这些饮料。然而，事实上，这正是肥胖和脂肪肝的最大原因。0卡路里饮料不含糖分。0卡路里饮料的经典代表就是减肥可乐，因为它有减肥这一字眼，似乎喝了不会让人发胖。但请仔细想想，减肥可乐最畅销的国家是美国，这个国家正是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国家。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喝0卡路里的饮料能减肥，所以最好选择喝茶、水或黑咖啡。喝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的饮料，却想要维持健康的体态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3、增加蔬菜量，减少米饭量。在减少米饭量的同时，务必将蔬菜的量增加1倍。研究表明，肥胖或脂肪肝患者的蔬菜摄取量仅为一般日本人的1半，并且减少米饭的部分包含了膳食纤维。因此，减少米饭的同时，必须通过蔬菜补充膳食纤维，否则可能会出现便秘等症状。蔬菜的建议摄取量是每天350克以上，大致的参考是小碟蔬菜沙拉大约是70克，所以早上吃1碟，
中午吃2碟，晚上吃3碟蔬菜是目标。蔬菜不一定非得生吃，例如，虽然大家普遍认为维生素 C 容易受热破坏，但蔬菜细胞内的维生素 C 加热后较不容易被破坏。为了补充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可以放心加热食用蔬菜。然而，有些蔬菜需要注意，如土豆、甘薯、南瓜、玉米等，它们含有较多的糖分，因此建议将这些蔬菜作为主食，代替米饭食用。4、优先选择大豆、鱼和鸡肉的蛋白质。蛋白质是构成肌肉和内脏的必需成分，有助于增强饱腹感和满足感，并且相较于糖分，它不容易让人发胖。因此，蛋白质是改善脂肪肝所必不可少的营养素。为了保护肝脏并进行健康饮食，养成优先食用含有蛋白质、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蔬菜的习惯非常重要。每餐的蛋白质摄取量应为20克到40克，比如100克肉类或鱼类大约含有20克蛋白质，相当于手掌大小的分量。便利店出售的沙拉鸡胸肉大约是100克，含有20克蛋白质。蛋白质一次性摄取过多，无法完全吸收，因此建议分成3餐适量摄取。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蛋白质来源呢？对健康来说，植物性蛋白质最优先选择大豆，建议尽量每天食用纳豆或豆腐。接下来是动物性蛋白质，鱼、鸡、牛、猪按顺序推荐。红肉、牛肉、猪肉过量食用可能会增加癌症风险，因此建议优先食用鱼类和鸡肉。鸡蛋和奶酪也是优质蛋白来源，建议常备。5、减少超加工食品的摄入。您是否听过超加工食品这个词？事实上，超加工食品已经充斥在我们的周围，是肥胖和脂肪肝的潜在原因。例如零食、甜点、方便面、汉堡包、甜甜圈、冰淇淋、鸡块、可乐等饮料都属于超加工食品。这些食品方便快捷，非常美味，几乎没有人不喜欢，但它们实际上是陷阱。超加工食品通常通过调节糖分、脂肪和盐分的比例，防止让人吃后产生饱腹感，因此我们常常一吃就停不下来。零食吃着吃着就不想停，甜点和方便面吃一份不满足，甚至每天1瓶可乐或果汁。这些食品就像毒品一样，吃一口就上瘾，结果摄入过多的热量导致发胖，肝脏也受到严重损害。若想改善脂肪肝或健康减肥，首先要将超加工食品的摄入量减少1半，不要一开始就全然断绝，因为突然完全戒断会引发反弹。要循序渐进，逐渐减少这些食品的摄入，并转向健康的饮食方式。6、每天进行10分钟以上的运动。运动的最佳时机是在餐前后30分钟内，通过运动消耗肌肉中的能量，可以降低餐后血糖的峰值。关键点是，如果运动消耗的能量没有超过食物提供的热量，减少体脂肪是很困难的。减肥的第一步是减少食量，然后通过运动消耗能量。慢速的屈膝运动、简单的核心训练、踏台阶、散步等适度运动就足够了。请记得在餐前后进行运动，坚持这些小小的改变，将为实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最后，我想通知大家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——学识 Plus。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，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。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